整点下班的体验只能让宋3岁体验一次，毕竟烧酒不能多喝。今天为了防止宋3岁再去喝酒，拖延宋3岁下班的这个任务交给了辉宝。辉宝在树上一趴就趴到了下班点，最后就连乐宝都回去了，辉宝还在树上趴着，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辉宝今天直接超越了爸爸乐宝，任凭宋3岁在通道门口怎么呼喊都没有用，最后只喊回来了瑞宝。瑞宝在听到宋3岁的呼喊声后，没有着急下去，而是走到了小亭子的一端，先给自己的小亭子做了标记。瑞宝现在也有了成年大熊猫的领地意识。做完标记，瑞宝还回头闻了闻，确认别人闻到后能知道是自己的。标记做完，瑞宝望向宋3岁。瑞宝这姿势属实显腿长，瑞宝下床时也能轻松的抓到爬梯栏杆，不愧是宝家腿最长的大熊猫，不用把头塞进爬梯缝隙里才敢往下下。瑞宝今天又是乖乖熊，从小亭子上下来后，便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回了家。最近小苹果的诱惑对瑞宝挺大的，看来瑞宝长大后会是一名小吃货。而辉宝这里其实早就醒了，辉宝只是想给宋3岁上一课，或许是昨天宋3岁去喝烧酒没领着辉宝的原因吧。辉宝看到宋3岁又来了，立马闭上眼睛，假装自己还在睡觉。而这次宋3岁来，把爱宝又喊了回去。爱宝回去后，乐宝也回去了。乐宝留下纯粹是为了陪自己的老婆的，老婆都回去了，自己留在这里也没有意义了。这下园区真的只剩下辉宝自己了。瑞宝潜意识里的小动作透露出了，他打心底不服妈妈。瑞宝爬上小床后，看到爱宝盯着自己，下意识摆出攻击动作，打算干爱宝一顿。瑞宝属于是人前喊妈妈，背后喊小爱。看到妈妈真的要打自己时，瑞宝又比谁跑得多快，这一点跟他姐姐小时候一样欠揍。瑞宝在小滑梯上躲来躲去，还没等爱宝出手，自己就先摔了下去。瑞宝将自己摔下去这件事情全怪在了爱宝身上。瑞宝重新爬上小滑梯，将自己心中的不满全发泄在了小爱身上。爱宝看瑞宝刚才摔的那一下挺惨的，便没有再给瑞宝制造痛苦，放任瑞宝在这折腾。但瑞宝在爱宝身上发泄起来没完了，爱宝给瑞宝拖到小亭子上，邦邦一顿胖揍。挨揍后，瑞宝这里也消停了，不皮了。之后，爱宝总结出了有些事情还是得用武力解决，一味的纵容只会让其认不清自己。爱宝给瑞宝揍服了，这时去往室外园区的通道门也打开了。爱宝走向通道门，去了室外园区。瑞宝眼瞅妈妈要走，立马跟了上去，让爱宝头疼的问题就又出现了。爱宝只能假装自己不去了，给瑞宝送回去。谁知这时辉宝也跑了过来，爱宝将姐妹俩叫到身边，给姐妹俩讲道，姐妹俩现在还小，还不到去室外园区的年纪。宋爷爷眼瞅爱宝实在脱不开身，来到园区帮忙。宋爷爷给姐妹俩送来了竹笋，转移姐妹俩的注意。而此时的乐宝正在他的木架上看着爱宝这里偷乐。依依今天掐着秒表计算福宝这次的战力，发现福宝居然足足坚持了1分钟。福宝面对着姨姨们的惊呼表示，我亦无他，为首熟耳。福宝站起来后不慌不忙，给自己找着最佳拿取位置，等调整好角度后，将手伸进竹筐里，然后轻松给小窝头取出。福宝不光体格好，脑袋也是呱呱的聪明。而今天徐奶爸给福宝放置的竹笋又破新纪录了，今天的这根竹笋目测已经比福宝还要高了。福宝看到这根竹笋后眼睛都亮了，由于竹笋太大，福宝尝试啃了2口，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对这根竹笋造成伤害，甚至连竹笋皮都剥不完。福宝小脑袋瓜一转，打算先从最脆弱的竹笋尖下手。福宝在给竹笋尖剥皮的过程中，直接给竹笋尖掰了下来。福宝觉得这样一点一点的吃更方便，而被掰断的大竹笋则顺着小床的缝隙里掉了下去。不过福宝并没有慌张，因为福宝知道这个园区只有自己，不会有其他熊进来，所以福宝可以安心的先吃完手里的竹笋尖，再去管其他的。福宝就这样不慌不忙的吃着手里的笋子，等手里的竹笋全部吃完后，福宝这才走下小床，给刚才掉下去的大竹笋重新带到了小床上。福宝带着竹笋霸气的转身坐下，因为剩下的这节竹笋太重了，福宝单用手是扶不住的。聪明的福宝除了用手扶着以外，还一边用小脚进行支撑，这让福宝第一次体会到吃竹笋原来还是个体力活。这一根竹笋下去，福宝今天上午都不用再吃竹子了，吃竹笋就吃饱了。瑞宝这里今天又给爷爷和姨母上手段了，让姨母钻进小亭子底下哄了好一会儿，才给瑞宝带出来。姐妹俩现在似乎是到了青春期了，小脾气一点就着，一有点不顺心就给爷爷们甩脸子。辉宝这里也不例外，宋3岁来到园区陪姐妹俩。辉宝看着宋3岁这雪白的大肉胳膊，情不自禁的就想咬上一口。宋3岁用手指着自己的胳膊，示意辉宝这里不能咬。辉宝心想，不让咬就不咬了，转
转头，辉宝又咬了另一个地方。宋三岁表示这里也不能咬，咬人是不对的，这也不能咬，那也不能咬。辉宝小情绪一下就上来了，气得辉宝掉头就走了。宋三岁在后面连连喊道：“辉宝别走！”辉宝边走边说：“哼，宋三岁，你已经失去我了，哄不好了。”此时沉默的瑞宝趴在小亭子上，本来还困得迷迷糊糊的，被辉宝一脚踩过去，立马瞪大了眼睛，一下就清醒了。瑞宝转动着小眼睛，似乎在说：“算了，累了，都快毁灭吧。”宋三岁转到姐妹俩身边，开始给姐妹俩道歉。这时圣希姨母走了过来，给宋三岁拿来了小零食，一起哄姐妹俩。宋三岁拿着小苹果，圣希姨母拿着胡萝卜，想看看姐妹俩会选择哪一个。先是瑞宝跑了过来，由于瑞宝现在还没怎么吃过小苹果，以为白色的东西是竹笋，瑞宝想也没想，一口咬住了圣希姨母的胡萝卜。宋三岁拿着小苹果凑近瑞宝的小鼻子，给瑞宝闻了闻，瑞宝这才意识到不对，宋三岁手里的不是竹笋，而是小苹果。瑞宝这时也不要圣希姨母手里的胡萝卜了，立马去吃爷爷手里的小苹果。辉宝这里则还在生宋三岁的气呢，迟迟不想过来。圣希姨母和宋三岁不断地晃动着自己手里的小零食，一个劲儿地吸引辉宝。最后辉宝还是没忍住小零食的诱惑，走了过来。辉宝走过来，瑞宝这里又被挨了一脚。瑞宝连续2次的挨踩总结出来，辉宝肯定是故意的。瑞宝拉着宋三岁的胳膊，让宋三岁别给辉宝吃小苹果了，给他吃了也没下。辉宝这里同样的，一开始也没认出宋三岁手里的是小苹果，紧紧咬着圣希姨母的胡萝卜不松口，直到宋三岁给小苹果放在辉宝鼻子上闻了闻，辉宝这才反应了过来，这次圣希姨母准备的小零食足够分的，姐妹俩根本不用争抢。辉宝躺在宋三岁怀里，瑞宝躺在圣希姨母怀里，两个人这样子很是有爱。瑞宝这里还直接搂住了圣希姨母的胳膊，瑞宝真是太会撒娇了，给圣希姨母一整个拿捏住了。而辉宝这里则躺得四仰八叉的，跟他爹一样。爱宝生日的完整视频来了。圣希阿姨一大早先是给寓意着爱宝的卡通生日蜡烛粘在了园区的大蛋糕上面，之后又来到爱宝房间查看爱宝此时在干嘛。圣希阿姨这拍摄角度想必是从宋三岁那里学来的吧，不过如果要是没有圣希阿姨的这个拍摄，这个视角的爱宝想必只有姐妹俩和乐宝可以看到。此时爱宝和姐妹俩都醒了，爱宝负责带娃，圣希阿姨这里来到厨房，开始为爱宝准备她的生日礼物和大蛋糕，顺便还给瑞宝辉宝的小车雕刻了一个钥匙。圣希阿姨打算给姐妹俩把小车发动起来，让爱宝带着姐妹俩出去兜风。圣希阿姨雕刻的这个钥匙很是逼真。之后圣希阿姨又给胡萝卜进行称重，因为就算是玩具，但它是可以吃的，所以也是要遵循宝家的营养食谱的。圣希阿姨这里忙碌完，将爷爷这里也给爱宝的大蛋糕收拾好了。圣希阿姨的车钥匙摆放在了C位，紧接着将爷爷开始主持爱宝的生日仪式，将爷爷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爱宝的支持和喜欢。等将爷爷的客套话说完，爱宝便迫不及待地走进了园区。爱宝走进园区后，先是和往常一样来到小亭子，打算吃自己的小零食，但爱宝爬到小亭子上时发现小亭子上空空的，什么也没有。之后爱宝一转头发现了空地上的大蛋糕，爱宝走近后一眼便看见了圣希阿姨用胡萝卜雕刻的车钥匙，爱宝毫不犹豫地将其拿起，然后放入嘴中，一口就把其吃掉。将爷爷这时走来园区，和姨姨们一样高举手机记录着这充满意义的一天。这时爱宝的大蛋糕还漂亮无比，但一会儿瑞宝和辉宝来到园区后，爱宝的蛋糕就瞬间变成了车祸现场。另外瑞宝这是在展示自己的大长腿吗？不过瑞宝这腿是真长。一会儿圣希阿姨来给爱宝补充竹子，调皮的瑞宝想要追逐圣希阿姨，爱宝这里还没来得及欣赏自己的鲜花蛋糕，瑞宝就直接踩在爱宝的蛋糕上转起了圈儿，给蛋糕上的鲜花踩了个稀碎。园区破坏王的头衔在宝家姐妹3个的身上相互传承着。